朋友们，大家好。我这次来巴西，我觉得我得了新冠，因为呢前几天我有低烧，然后咳嗽，而且这个咳嗽现在一直还没有过去，所以我现在嗓音你看怪怪的。因为我一般不会感冒，所以我怀疑我是得了新冠。不过呢，这不是今天的话题啊。我想问一下你们知不知道现在联合国大会主席是谁？我给大家说说吧。是个女的，而且是德国人。大家可能猜对了就是德国前外长，臭名昭著的360度外长贝尔伯克。他现在摇身一变，变成了联合国大会主席。那么这个人是怎么做到华丽转身的呢？说起来，怎么说呢？我就觉得又气又好笑。就说明整个德国这个所谓的民主系统民主制度已经病入膏肓了，已经变态了。说到这点，我真的心里怎么说呢？我自己作为一个德国公民，其实我是感到非常生气的。今天是6月3号，对，昨天6月2号，联合国大会开会其中有178票赞成贝尔伯克当选为联合国大会主席。有14个国家反对，还有7个国家的人怎么做呢？他填写了另外一个人的名字。虽然这个人呢叫 Helga Schmidt， 这个人的名字虽然没有在这个选票上面，但是还是有7个国家的人填写了另外一个人的名字，就是不选这个贝尔伯克。也就是说，一共有21个国家的人没有投票给贝尔伯克，只有170多个国家。这可能在联合国史上也是很少出现的，有那么多国家呢没有选这个内定的一个所谓候选人。其实刚才说的内定是肯定的，因为呢2024年、2025年这个联合国大会主席是内定给了一个德国人。首先应该是联合国各国已经说好了，比如说2024年、2025年是给一个欧洲国家的人。那么这些欧洲国家私下也说好了，今年呢就给你们德国。也就是说，你们德国推选谁出来，一只猪一只狗出来也会当选。Annalena Baerbock kehrt zurück auf die internationale politische Bühne. Die frühere deutsche Außenministerin wurde heute in New York zur Präsidentin der UN-Vollversammlung gewählt. Das Amt wird für ein Jahr vergeben. Die Grünen-Politikerin wurde aber nicht wie üblich per Applaus berufen. Russland bestand vielmehr auf einer geheimen Abstimmung, die Baerbock deutlich gewann. Annalena Baerbock of Germany. 167 der anwesenden 188 Länder stimmen für die ehemalige Bundesaußenministerin. 14 enthalten sich. Erleichterung bei der neu gewählten Präsidentin der UN-Generalversammlung. Russland hatte zuvor eine geheime Wahl beantragt, sodass per Stimmzettel und nicht wie sonst bei der UN üblich per Knopfdruck abgestimmt wurde. Die Delegation hatte versucht, Baerbock zu diskreditieren und sie für ihre klare Haltung zum Ukraine-Krieg im UN-Sicherheitsrat 2023 scharf kritisiert. Damals sagte Baerbock, ihre Panzer bringen kein Wasser, ihre Flugzeuge bringen keine Babynahrung, ihre Panzer und Flugzeuge bringen Tag und Nacht nur Zerstörung und Tod für tausende Väter, Mütter und Kinder. Destruction and death. Deshalb inszeniert mutmaßlich Russland heute mit 6 weiteren Staaten ein Störmanöver, in dem sie Helga Schmidt, eine andere deutsche Diplomatin, die im Vorfeld im Gespräch für das Amt war, auf den Stimmzettel schreiben, obwohl Baerbock die einzige Kandidatin für den Posten war. Als Präsidentin bekleidet sie nun für ein Jahr das protokollarisch höchste Amt der Vereinten Nationen. Sie kündigt an, auch inhaltlich Akzente setzen zu wollen. Wie jede Organisation braucht auch die Vereinten Nationen eine Modernisierung. Das wird eine große Herausforderung, weil die internationale Ordnung, die Vereinten Nationen unter starkem politischen und finanziellen Druck stehen. Und daher ist die Leitlinie meiner Präsidentschaft Better Together. 德国早就知道2024年、2025年轮到德国了，于是呢，去年9月份的时候，德国政府大家注意是德国政府已经通过了一个决议。相当于内定的一个人，而这个人呢是一个资深外交官，
她也是个女的，叫 Helga Schmidt， 就是前面我说到的有7个国家的人填写了这个人的名字在选票上面，就是不填那个拜伯克。这个是资历非常深的一个外交官，他是欧洲政策专家，在柏林、布鲁塞尔和德黑兰拥有深厚的政治资历。但是苦于没有党派或者大佬帮他撑腰，所以最后一刻被拜伯克挤掉了，自己上位。因为是去年年底的时候，德国那个交通灯政府突然因为德国自民党的退出而解体了，也就是说，拜伯克这个人马上面临着失业的风险，没工作，怎么办呢？他原来本来是想啊，他已经发表了书面的那个声明，他说我不在绿党内任何的职务，因为这些年来我是连轴的转，没有时间照顾我的家庭，没有时间照顾我的孩子，所以呢，今后我就相当于退出政坛，把所有的时间给我的家庭，给我的孩子。但是不久之后，他就改变了主意，因为他是想到可能还是在聚光灯下比较好，而且这个联合国大会主席啊，他是个肥差，每年的他的薪水有多少呢？大概是21万美元，然后呢还有18万欧元每年在德国，因为他是原来德国国会的议员，18万欧元。还有呢，如果他去纽约，每个月4、5千美元的他的房租也是德国纳税人帮他买单。还有每年14万美元，他的孩子读私立学校，这也是德国纳税人帮出的啊。也就是说，这个肥差加起来可能就有30、40万美元，甚至呢50万美元左右。而且对他个人履历很好呀，联合国大会主席呀，虽然没有什么实权，但是他名字很高大上呀，所以他就最后一刻就想到了这个联合国大会主席这个职位，因为他原来是德国外交部长嘛，他有他自己人脉，对吧？外交圈子，所以最后呢，他就是出面，硬是把这个 Helga Schmidt 把他挤下来了，把他名字拿掉，然后呢换上自己的名字。可悲的是，德国政府还让他通过了。你看这件事情啊，在德国造成了轩然大波，这给德国整个社会、整个国家开了一个很坏的头，一个非常坏的榜样。为什么呢？因为呢，这个德国外交部长其实呢，在德国是一个非常有争议的人物，他的政绩非常的差。首先，他当外交部长之前，可以说没有任何的工作经验，更没有任何的外交经验。他的外交经验为0，是他自己说的。他说我的长处就是外交经验为0，他是大言不惭这样说啊。然后就是他的学历，他的学历呢，自己改过很多次，就是他自己网上不是有个网页嘛，然后呢，列出了他那个履历怎么样，然后就是这个履历，他做了无数次的修改，也就是做了无数次的美化。当然，没有德国媒体出来揭露他作假了，但是呢，网上有各种各样的猜测，或者是各种各样的证人说他这个履历是假的，美容过的、美颜过的。首先，他在德国大学没有毕业，你们能相信吗？他在德国汉堡大学是学法律的啊，对，他入学了，而且他在德国读了4年的大学，但是4年的大学，有的人说他连那个德国的相当于一个怎么说？因为德国当时的大学它很特别，是德国特有的一种现象，那个词叫 full diploma， 也就是你要拿到 full diploma 之后呢，你才能够继续德国的大学的学习。他光是这个 full diploma 之前就花了4年时间，而德国大学当时是 diploma 的话，一般是5年，最多6年这样子，就平均可能最多6年左右在德国。他就前期就花了4年，甚至呢，德国的很多人说他连这个 full diploma 都没有，可是他在他的那个履历上面说他有 full diploma。full diploma 呢，连学士这水平没有达到啊。好，当时呢是在德国这个学制改革的时期，就是所谓的与国际接轨，所以当时呢他是这样说的啊，
他说他拿到了 full diploma， 然后呢，他就申请了到英国伦敦政经学院去学法律硕士。因为前面我说了啊，是在德国学制改革的时候，他说他有这个 full diploma， 那伦敦政经学院就说了，有德国 full diploma， 那你就够格申请我伦敦政经学院的硕士了。而且你们知道吗？这个硕士是怎么速成的呢？一年拿英国伦敦政治学院法律硕士，法律是很难学的啊，竟然1年速成班就拿到了。而且网上有的资料说，他确实有这个伦敦政治学院这个学历，不过具体有没有我们也不知道。反正呢，这个人他的学历是非常有争议的。反正我对这个人很怀疑啊，因为照他的智商，至少他的工作表现啊，他平时这情商来说，应该这个人的智商不高。所以你看，他才在德国大学、汉堡大学读了4年，可能连这个 full diploma 还没有拿下。为什么他没有在汉堡继续往下念那个德国的硕士呢？德国硕士，如果你想在德国求职，其实是要比其他任何的学历更吃香，特别是当年这个学制改革前的那个 diploma 是非常吃香的，因为是非常难念下来。所以呢，他没有在德国念，就表明这个人肯定是没有得到，或者99.9%的可能性没有得到德国的 full diploma， 否则他绝对会在德国念完那个德国的硕士 diploma。所以从这点分析啊，他没有在德国继续往下念是不合乎逻辑的。另外，他在伦敦政经学院所谓得到了这个法律硕士之后，他在德国通过他自己的裙带关系网得到了一个博士的位置，在柏林的某个大学，他注册了，但是最后呢也不了了之了。就有的媒体也采访过，为什么他没有那个继续写他的博士论文？他就说，因为他要把他的精神投入到那个政治方面，所以呢，在学术方面他就没有那么多精力了。这是他自己给自己圆一个所谓的谎吧，估计。所以他虽然获得了那个博士的一个就读的机会，但是也没有读下去。你看看，2次在德国没有继续读完。一个是在德国，他的大学是肄业，读了4年，没有什么结果啊，然后就突然跑到伦敦政经学院去了，1年速成班，得了法律硕士。然后呢，在德国又进入德国柏林大学去读博，也是不了了之。在德国2所大学不了了之，在伦敦政经学院能够1年速成，你们相信吗？说到这个伦敦政经学院啊，这说了就话长了啊。台湾省的省长，以前的省长叫空心菜，对吧？空心菜听说是1个半博士，然后呢，他的学历是所谓的国家机密，是不能让外界知道的。所以呢，在台湾整个社会一片哗然，认为这个学历，这个博士肯定也是假的。那么，如果台湾人怀疑，那也允许德文怀疑啊。都是同一个大学，对吧？你看人家贝尔伯克不小心就成了台湾空心菜的学妹了，所以我们也大胆猜测吧，这个伦敦政经学院可能就是一个贩卖假文凭的地方，就是说你给钱就可以了，就可以把文凭卖给你，就是这样，我猜就是这样吧。好了，那么我们又回到了文凭说完了，还有工作履历呢？这个贝尔伯克啊，他的伦敦政经学院，他所谓毕业之后，然后呢，他肯定找不到正经的工作啊，因为他没有什么亮丽的履历啊。在德国大学是肄业，然后呢，伦敦这1年又是速成的，而且是法律。法律有什么就业的那个前景呢？你不是做律师，那就是做其他的什么法律咨询方面的。但是你在德国都没有毕业。你可能在德国那个律师的资格证都没有，所以呢，你就不可能找到一个真正法律律师方面的工作，对吧？所以呢，据德国媒体爆料啊，其实他虽然履历上写的是在什么 IT 部门啊工作了什么什么，或者做什么秘书啊等等，
还有秘书长什么之类的，但是其实他是在人家一家 IT 公司的后台做网管，网管啊，就是管那个网页的更新啊，或是上传什么文件，就这样一个工作。然后他自己美化成什么秘书长，外交方面当然就是零经验了。当时有的德国政治人物说，像贝尔伯克这个人，他的履历，如果他不是德国外长啊，他想申请到外交部实习，他甚至连个实习生的位置都得不到，因为他零经验，而且他那个履历与这个外交完全没有任何的瓜葛，所以你想去外交部那个实习，怎么可能呢？对不对？但是就这样一个人，因为德国的选举制度，又因为他是在德国这个绿党，又因为德国绿党获胜了，然后他是德国绿党的一个党魁，当时，所以呢，就是把他推上了这个德国外长的职务。其实他当年参选德国总理的，德国总理啊，你们想想看，假如当时他真的当上了德国总理，那就可能这笑话就更大了。然后这个绿党在那次大选当中的成绩不错，然后他又是党魁，所以呢，最后呢就这样摇身一变，从外交经验0就变成了德国的外交部长。这在德国当时也是相当于丑闻吧，就是很多人反对，但是你们德国的韭菜们，你们选民们，虽然你们说你有选票，但是选票就是神圣投票那几秒钟，然后选过之后，那你屁都不是，你再反对也没有用啊。他最后还是当上了德国外交部长，然后干了那几年，你们也知道，他这个人，因为呢无知者无畏嘛，没有外交经验，然后呢到处他这个人就是喜欢出风头，也不知道圆滑，情商又低，所以在全世界到处煽风点火，特别是他认为所谓的与他什么民主价值观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比如说像俄罗斯啊，像中国啊，他对这两个国家，中俄这两个国家态度是特别恶劣的。当然对伊朗还有对什么北朝鲜一样，他甚至呢，因为当时呢，那个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了所谓的特别军事行动，然后呢，贝尔伯克当时是外交部长，甚至呢，已经威胁了要向俄罗斯开战。你德国有什么本事向俄罗斯开战？相当于向俄罗斯发起了战术一样，是非常危险的。因为你德国你自保都不行啊，你德国还被美国驻军呢，他连这个都不知道。然后呢，有一次去中国访问，当时外交部长还是秦刚，一到中国的时候就是趾高气扬地指着中国说话，对中国的人权啊、新疆啊提出批评。当时在中国很不待见，就这样一个人当了德国的外交部长。所以德国人形容他说，这个人呢是坐在玻璃房子里乱扔石头的人。你们知道玻璃房子，如果你扔一块石头，不小心可能整个房子都碎了，对吧？就表明他不懂得这危险性。然后呢，就到他执政尾声的时候，这个德国红绿灯政府就垮台了。然后呢，他要想到他的出路啊，否则他就失业了。像他这种人，虽然啊，可能现在看起来很风光，但是呢，他没有真才实学，而且他的名声特别不好。所以呢，如果是他在德国，他的正途走完之后，他想再找工作，应该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很多企业绝对不会用他，不想用他，不敢用他，所以他就打起了刚才说了这个联大主席的职位，是内定给德国的。然后呢，他又是外交部长，他利用他自己的职权，硬是把这个 Helga Schmidt 把他踢走了。这个人去年9月份，因为德国政府内定是他了，所以去年9月份一直在准备了大半年，突然呢就被这个贝尔伯克取代了，他有苦也说不出来呀，没有媒体帮他喊冤，德国人也看不下去，但是看不下去也没办法呀。你这选民有什么？没有一点的权利，对吧？所以我说了啊，从这2点可以看出，德国这个系统已经腐败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不可救药。德国360度外长，他这样的操作在德国起了一个非常恶劣的作用，是一个非常坏的榜样，让整个德国的社会风气
直线下降。从他平步青云就可以看出来，或者德国人会有这样的一个结论：在这个国家，不学无术的草包反而受到优待，反而受到嘉奖，而那些实实在在有实力的人、有资历的人，反而被排挤，被像垃圾一样扔掉。现在德国就是这样一种情况，所以呢，对德国整个社会它的影响是特别恶劣的。而贝伯克这个人真的开了一个很快的头。反正我对这个人是嗤之以鼻，一点都看不起。很多德国人对贝尔伯克感到羞愧，说这个人简直是德国的耻辱。原来当外交部长的时候，把德国的脸已经丢光了，而现在呢，这个德国人又代表德国到联合国大会任联合国大会主席，在那个地方抛头露面，在那个地方把德国的脸又一次的又丢光。德国焦点新闻在网上有个民调，参加投票的人一共有32590人。投票的题目是，或者民调的题目是：您支持贝尔伯克当选联大主席吗？我们看右边这里右下角，高达90%的投票人说不同意，也就是不同意贝尔伯克当选联大主席，只有6%的人同意。可见贝尔伯克在德国人心目中他的位置有多低，他的名声有多坏。但是即使这样，这个人还是屁颠的去代表德国当联大主席，可见这个人的脸皮有多厚。但是朋友们，目前德国这个选举制就是这样啊，让一些草包可以当上一国的外交部长，让一个草包可以当联合国大会主席，这对整个联合国的一种羞辱，我认为。你们觉得呢？像德国前外长贝尔伯克这种草包都能当上联合国大会主席啊，这是不是对联合国的最大的讽刺呢？反正俄罗斯是旗帜鲜明的反对贝尔伯克当选联大主席的，或者出任联大主席的。而原来呢，Helga Schmidt 这个人在德国是一个很大的公约数，因为呢，他这个人资历确实深厚，特别是外交方面的资历，又有伊朗的经验，还有呢，在欧盟的经验，而且他一直在外交部门工作。所以其实啊，像这个人，至少在德国这个国家，如果是选他和贝尔伯克，那绝对是 Helga Schmidt 这个人更合适当联大主席。但是即使这样，他的位置还是被这个贝尔伯克自己把他换下来了，调包了。你们能想象吗？一个人有这么无耻的，竟然能够当着全世界人民的面，当着全德国人的面，把这个 Helga Schmidt 硬是把他提掉了。你说这个人，他的良心在哪里？他的羞耻心在哪里？真的是人不要脸，天下无敌，把德国的脸都丢尽了。但是这就是贝尔伯克。好的，朋友们，你们觉得像德国前外长，就是那个臭名昭著的360度外长，现在摇身一变变成联合国大会主席，你们有什么看法？你们觉得他能代表联合国吗？你们觉得他能够公平地行使他的权利吗？好在很多德国人很轻信地说，这个职位只有1年，他只有1年丢德国人的脸，这是轻信的。另外一个呢，第二点，他远离德国。所以呢，他不会在德国再造成什么伤害了，他只是在联合国造成一些伤害，但是对德国已经没有实质性的了。反正把德国脸丢已经丢光了，再丢脸也没有关系了啊。另外，还有很多德国网民说，我们真的希望呢，这位贝尔伯克1年过得虽然很快，但是1年之后他不要再回到德国了，他留在纽约吧，或者不要回德国去求职了。他反正已经钱够多的了，已经衣食无忧了，财富自由了，他想去哪就去哪，越远越好，离德国。你们想想看，如果一个国家的人，特别是一个国家原来有点实权的人，一个公众人物，在德国得到这样的名声，是不是感到很可悲呢？对不对？好了，那你们对贝尔伯克这个人是怎么看的呢？你们觉得像西方这种选举制，德国这种选举制，选出这样的草包出任一国的外交部长，现在摇身一变变成联合国大会主席，这样一个
西方的体系，你们又怎么看呢？好了，请在下面留言。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我们下期见。